有沒有過這種經驗？早上醒來一打開盤後，就看到那一整片刺眼的紅光，心裡瞬間涼一半。明明昨天還是綠油油的，怎麼睡一覺就全变了？你往新聞一滑，只看到一句話：市场擔心美聯儲不會降息。就這樣一句話，把你辛苦守住的利潤瞬間蒸發，讓原本穩穩的綠變成讓人心跳加速的紅。很多人不懂，美聯儲開個會，講幾句官腔，到底憑什麼讓全球股市像被扯住線的風箏一樣亂飄？為什麼一句不急就能讓台股也跟着跳水？其實真相比你想的更簡單，也更殘酷。不是市场玻璃心，而是錢比任何人都怕死。利率就是錢的溫度計，溫度往上一點，資金就會發抖，不敢冒險，馬上縮回去找安全的地方。你要知道，現在美國短期國債的利率接近 5%， 這意思是什麼？意思是你把錢丟進去，不用盯盤，不用看新聞，不用冒風險，每年穩穩拿5厘。你想，資金會不会心動？當然會。對大機構來說，把錢放着就能賺錢這種誘惑太大，比任何成長故事都更現實。所以當美聯儲一句暫時不急着降息一出，代表錢會繼續留在安全的地方，不會重新回到股市。那些原本撐着科技股、撐着大盤、撐着綠意的力量，全都不會回来。於是你看到的不是公司不好，而是力量斷了，股價自然往下掉，綠又變紅。更吊詭的是，市场根本等不及，美聯儲只要講一句語氣偏冷，哪怕只是多了一個需要更多數據，機構馬上聯想到危險，他們不降了，錢不會回來。於是開始撤，開始砍，開始保護自己，股市瞬間臉色大變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市场根本不是在看数据，而是在看官员的語气？一句可能，一句暫時，一句我們保持耐心，都能讓指數像溜滑梯一樣往下衝。為什麼？因為利率不是數字，是方向，方向不是預測，是信號，信號一歪，資金就會集體逃跑，而當資金逃跑時，你看到的就是滿屏的紅。科技股尤其可憐，它像個对利率過敏的小孩，風一吹就發燒。因為科技股靠的是未來賺錢，而利率高的時候，未來的錢会被打折，科技股的價值自然被壓下去。你可能會問，但公司基本面明明很好啊。對，基本面很好，可是錢不想等。資金要的是確定性，不是夢想。利率沒降，資金不回流，再好的基本面也架不住資金撤離。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台積電、美國大型科技股財報亮眼，股價卻照樣被打成紅色。不是它不行，而是錢不想冒險。那你一定好奇，美聯儲到底在怕什麼？為什麼不降？他們怕的不是股市，而是通膨。表面上看通膨降溫了，但裡面還有火苗。如果現在降息，消費再熱，價格再漲，通膨捲土重來，那比股市崩盤更恐怖。因為物價失控會直接壓垮家庭、企業、政府，他們寧願市場痛，也不能讓通膨死灰復燃。所以你以為他们在拖，其實他們在按住一個隨時會爆的地雷。但問題來了，他們拖越久，市場就越撐不住。投資機構壓力越大，資金越焦慮，波動越劇烈，一堆投資人在紅色恐慌中看在最低點，然後在看着市場反彈時痛罵自己。最殘酷的真相是，美聯儲一句不急着降息，市場聽到的不是不急，而是你們繼續忍，我不會讓錢回來的。而當市場覺得錢不會回來時，綠就沒了，紅就來了。股市的情緒從來不是由公司決定，而是由資金決定。資金的方向也不是由現實決定，而是由利率決定。只要你看懂這條線，你就會明白，股市大跌不是沒原因，真正讓市场變紅的不是壞消息，而是資金在恐懼。而只要美聯儲下一次語氣一鬆，態度一軟，暗示降息，市場又會立刻從紅翻綠，因為錢永遠往最舒服的方向跑。真正能決定股市顏色的不是公司，是利率；不是新聞，是資金；不是基本面，是錢敢不敢回來。
只要你理解了這一點，你就會看懂每一次大跌背後的邏輯，也不再被那些突如其來的紅嚇到。而現在最關鍵的是，市場已經被拖到一個情緒極限。你可以把整個金融市場想成一根不斷被拉緊的橡皮筋，每一次會議，每一句官員講話，每一個數字，只要跟降息不吻合，就繼續拉，繼續繃，繼續逼近斷點。機構當然知道風險，但他們更怕錯過降息那一瞬間的爆噴行情，於是他們不敢全撤，但也不敢重壓，只能半信半疑地撐在那裡。這種撐着等消息的狀態是最脆弱、最容易被引爆恐慌的。你會發現最近的盘綠的時候很溫柔，但紅的時候非常暴力，因为市場情緒已經進入敏感模式。你以為漲跌是基本面造成？錯，是耐心正在被磨到剩下最後幾毫米。只要美聯儲的語氣再冷一點，再多一句我們希望看到更多證據，市場就像被扯斷的橡皮筋，瞬間從小跌變大跌，從大跌變恐慌，從恐慌變全面逃命。你看到的紅其實不是壞消息，是累積已久的焦慮被集體釋放。更現實的是，利率維持在高位越久，企業的壓力就越大。借款成本高，擴張變貴，投資變難，連科技巨頭都開始減緩招聘，減少資本開支。那些依賴資金成長的公司更不用說，每天都像在逆風呼吸。市場看得到這些壓力，但他們更清楚一件事，只要美聯儲降息，這些壓在企業身上的石頭都會輕一點。問題是，他們不知道這一天到底什麼時候來。預期不明確是市場最討厭的東西。你可以告訴我明天會痛，我可以忍；你告訴我未來某一天會痛，而且不知道痛多久，我反而最害怕。投資人現在就是這種狀態，痛可以忍，但怕不知道要忍到什麼時候。於是只要看到不降息的跡象，資金就瞬間縮回去，因為他們無法確定風險何時緩解。你可能會問，那如果美聯儲突然宣布降息，盤會不會直接大漲？有可能，但不一定。因為市場不是機器人，他會問更多問題。為什麼降息？是因為經濟不行，還是因為通膨真的被壓下來了？如果是經濟出了問題而被迫降息，那反而會嚇到市場，讓綠變紅。但如果是通膨安全、成長穩定的前提下降息，那資金就會像被推開閘門一樣流向風險資產。那一刻，紅會瞬間被洗成綠，甚至是深綠。市場永遠不是因降息漲，而是因為什麼降息漲。方向對不對，原因扎不扎實，決定股市下一步是反彈還是續跌。更關鍵的是，美聯儲自己也清楚，他們現在站在一個兩難路口，降息怕通膨捲土重來，不降息怕經濟被拖到喘不過氣，講太軟市場提前瘋漲，講太硬市場提前崩盤。所以你看到他們講話越來越像文字遊戲，不敢給承諾，也不敢講太絕對。但機構不是傻的，他們知道美聯儲越小心，代表內部越不確定，越不確定，資金越容易受驚，資金越受驚，你手上的股就越容易從綠翻紅。這就是為什麼最近你會覺得盤勢越來越像坐雲霄飛車，一上一下幅度更大，反轉更快，形勢更詭異。不是市場壞掉了，而是美聯儲把所有人都逼進了不敢賭的區間。錢在不敢賭的時候會去哪？答案永遠只有一個，跑去最安全、最無聊但最穩的地方。只要利率還在高點，這些地方絕對不是股市。你看到的紅就是錢離開的痕跡，你看到的綠就是錢願意回來的訊號。當你理解這一點，你就會知道，股市的大跌從來不是沒理由，它背後一定藏着資金的決策，而資金的決策永遠在追着利率跑，利率的方向只看美聯儲一句話。在我们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
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而所有投資人最想看到的那句話，就是那句能讓資金鬆口氣、重新敢冒險的信號。但它會什麼時候出現？下周、下個月，還是下一季？沒人知道，這也是市場最怕的地方。因為只要那句話還沒出現，股市就會繼續在紅與綠之間撕扯，而每一次撕扯都在告訴你一個現實：美聯儲還沒鬆手，錢就不會回來。你手上的股票不是基本面不好，而是資金在等待。市場不是悲觀，而是疲累；大盤不是要崩，而是在撐。當美聯儲終於露出一句語氣更溫暖的話，哪怕只是我們正在接近降息條件，你會看到那一瞬間，紅色會像退潮一樣消失，綠色會像被澆了水一樣冒出來。因為錢並沒有離開世界，它只是站在旁邊等信號。一旦信號一亮，資金會比所有人都更快衝回来。懂利率就是懂市场，懂市场，你就不會再被那一片紅嚇得睡不着。你會知道，那不是末日，是風向正在改變的前奏。而真正讓人心裡發毛的是，市場已經進入一種全靠氣氛存活的階段。你會發現，現在的股市根本不像過去那樣靠公司業績來走，而是靠市场覺得美聯儲在想什麼。這聽起來很荒謬，但它卻完完整整地影響着你的資產。只要市場覺得美聯儲態度偏硬，資金立刻緊張；只要覺得態度偏軟，資金馬上大膽。問題是，美聯儲自己也不敢說得太清楚，於是市場就在一句又一句模糊的暗示中不斷過度解讀，每一次解讀都伴隨着一次劇烈的紅與綠的切換。你看到的是漲跌，你感覺的是虧賺，但背後真實發生的是資金在用速度對抗不確定。你要知道，機構如果慢一步，他們不是少賺，而是可能損失上億美元。因此，他們寧願在模糊中先跑、先砍、先撤，只為搶在別人前面安全落地。這種集體提前反應放大了所有波動，讓紅的更紅，綠的更綠，也讓一般投資人更容易在錯誤時機被甩出去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市场不是應該理性嗎？為什麼現在像在看人群恐慌逃生？因為利率維持高檔太久，市場的神經已經被磨得發炎。每個基金經理、每個機構、每個大戶都知道，拖越久，企業受不了，經濟受不了，市场更受不了，他們的職業生涯也受不了。你想，如果你掌管幾百億資產，你每天面對的不是漲跌，而是那些背後催促你不要拖、不要等、不要賭的巨大壓力。那麼，只要美聯儲稍微露出一點我們還不放心的意味，你會不會馬上按下賣出？當然會。而當所有資金都當然會時，你看到的自然是一片紅。而在這種敏感的環境下，任何小小的失誤都會瞬間被放大成市場暴動。數據好一點，市場不敢漲太多，怕美聯儲覺得經濟太強不降息；數據差一點，市場又不敢跌太久，怕美聯儲以為經濟撐不住要緊急升息。你看多荒誕！好消息有壞的解讀，壞消息也有壞的解讀。市場像被夾在兩塊石頭中間，怎麼動都痛。而最矛盾的是，所有資金都知道目前的高利率走不久，美聯儲遲早会降息，可是什麼時候？不確定，就是這場恐慌的全部來源。市場不是不耐煩，是不知道要忍多久。這是一種心理折磨，不只是投資邏輯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過去幾個月的走勢特別像情緒波動，開高一下又殺低，殺低又突然拉升，綠和紅交替的像心電圖一樣。不是因為基本面亂了，而是因為市場在逼自己撐到那個降息訊號出現。而在這種逼近極限的環境裡，只要美聯儲露出一句稍微正面的暗示，例如通膨持續改善，經濟可能需要更寬鬆的環境，你就會看到市場像是被解放一樣，從一片血紅直接跳成一片翠綠。那不是因為公司突然變強，
而是資金終於等到一句能夠讓他們敢動手的話。只要美聯儲鬆口，錢回來的比你想象中還快，它會像洪水開閘一樣，先衝進科技股，再衝進半導體，接着外溢到金融、工業、消費，短短幾天就能把你看到的那片紅洗掉大半。這種反轉速度之快，讓人根本來不及反應。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行情？星期五還在跌得心碎，星期一開盤突然綠到不可思議，仿佛整個世界換了個臉。那不是魔法，那是資金等待太久後的一種補償式回歸。資金憋久了會爆發，市場忍久了會反彈，情緒壓久了會反轉，而美聯儲的態度就是壓着這股力量的手，手一鬆，力量反彈會比你想的更劇烈。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寧願在高利率時代繼續耐心等，而不是徹底退出，因為他們知道真正的大行情一定是在確定性回来的那一刻爆發的，而不是在最黑暗的時候。你手上的股票不是沒有價值，而是在等風向；市場不是沒有未來，而是在等信號；資金不是不敢回，而是等一個理由。利率就是那個理由。當那句話出現，哪怕只是暗示，你會看到綠色在全市場蔓延，那不是幸運，而是規律。真正的關鍵不在於降息與否，而在於什麼時候願意承認可以降息。懂這一點，你就會看懂股市這段時間所有的紅與綠背後的真正邏輯，也不會再被震來震去的盤面嚇到。當你把這一切串起來，你就會突然明白，市場不是亂，是在等一句話；股價不是弱，是在等一盞燈。你看到的紅不是末日，而是資金在等待安全感。美聯儲不是你的敵人，他們也不是故意讓你虧錢，他們只是在对抗一個比股市更可怕的怪物——通膨。而在他们還不敢鬆手之前，市場的情緒就像被懸在半空中的鐘擺，往下擺就是紅，向上擺就是綠，沒有方向，只剩搖晃。但你要記住，鐘擺再怎麼晃，最終一定會往某個方向定下來。資金再怎麼害怕，只要確定性一回來，一定會衝得比誰都快。那些現在因恐慌變紅的股票，只要風向一變，反彈的速度往往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真正聰明的投資人從來不跟着紅色恐慌，也不盲目追着綠色興奮，而是看懂錢什麼時候趕回來。當美聯儲的語氣從謹慎變溫和，從模糊變清晰，從暫時不急變成條件逐漸成熟，那一刻不只是利率的拐點，也是市場情緒的拐點，更是你資產重新由紅翻綠的關鍵時機。股市不是靠預測賺錢，而是靠看懂資金的心情賺錢。只要你抓住這一點，你就不會再被每一次的震盪下的心慌，也不會再對那一片突如其來的紅感到絕望。因為你知道，那不是終點，而是暴風雨前的氣壓變化。風向變得越詭異，代表離轉折越近。記住一句比任何技術指標都更重要的話：市場最大的動力不是新聞，而是確定性；最大的反轉不是在最安全的時候發生，而是在最混亂的那一刻出現。所以別急，別慌，也別被那一片紅洗走你的判斷。因為當美聯儲終於點亮那盞燈，資金會比所有人都更快衝回來，而那一刻，你希望自己站的位置是已經退出的旁觀者，還是已經準備好的贏家？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